他们里头有做财务的，有当老师的，还有个刚退休的阿姨，平时连热搜都懒得点开，手机里装的全是记账软件和养生文章。可就是这几位，居然能一脸认真地跟我分析他某部戏里的微表情，甚至为了抢演唱会的票，悄悄练起了手速。我问他们怎么突然就上头了，答案出奇的一致，也没怎么特意去追，就是看着看着就停不下来了。这种现象 lately 越来越常见。翻看社交平台的留言，总能撞见相似的句子。我从来不追星，直到遇见谭健次。发帖的人年纪跨度很大，20出头到60岁都有。他们不跟风，不打卡，都是自己默默考古之后，心甘情愿留下来的。内娱来来去去那么多面孔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他到底做对了什么，能让一群原本对偶像文化免疫的人悄悄卸下防备？我翻了上百条评论，跟10几位半路转粉的朋友聊了聊，不吹不黑，就当是夜深人静时，跟老朋友掰开揉碎的烙点时，在画谭健次身上最抓人的，恰恰是那种不太像明星的笨拙感。现在包装出来的偶像太多了，精致的像橱窗里的展品，连笑弧都量好了角度。可他不一样，你去看他的戏，能感觉到一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实感。他早年间演过不少配角，没滤镜，没慢镜头，就是实打实的在片场熬。那段日子没把他磨成流水线上的标准件，反倒让他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拿到剧本先琢磨这人怎么活，而不是我这镜头怎么好看。所以你看他演相柳，那股子狠劲儿底下藏着的全是收着的痛；演沈毅，笔尖落下的时候，你能看见天才骨子里的孤清和那点怕碰碎的脆弱。再到后来演些接地气的角色，他又能把普通人身上的无奈和自嘲揉进一句叹气，一个眼神里。他不急着把自己立成什么符号，而是老老实实做个人物该做的事。有回看的采访，他提到自己挑戏的标准，话说得特别轻，不想总在舒服的地方打转，演过了就得往前走一步。这句话听着平淡，可放在今天这个恨不得把同一个角色复制粘贴10遍的环境里，反倒显得有点珍贵。他把表演当成一门手艺，手艺人的讲究就是耐得住寂寞，也守得住本分，不靠脸吃饭，靠的是手上功夫和心里那杆秤。很多人以为唱跳对他来说只是早年履历里的一行字，或者维持热度的加分项。可只要你看过他一次完整的舞台，就会明白，那不是加分，那是他骨子里舍不得放下的东西。他是真刀真枪从练功房里摔打出来的，专业比赛拿过的奖都不是靠包装堆出来的。后来他转型做演员，戏约多了，名气大了，按理说完全可以慢慢淡出舞台，把精力全压在影视上。但他没有，该排练排练，该出汗出汗，哪怕演唱会筹备期跟拍戏撞在一起，他也从没敷衍过任何一个走位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回答的特别实在，就是喜欢，不想压抑自己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可仔细咂摸，里头有种很纯粹的执拗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妥协是常态，能把10几岁时的热爱原封不动地护到现在，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力气。而且他的舞台是能让你屏住呼吸的，不是那种借位对口型的流水线表演，而是实打实的肌肉控制、呼吸节奏，甚至每一个指尖的颤动都带着情绪。有次看直拍，弹幕里有人随口说了一句，看他跳舞就像看一场精密又自由的雨。这话挺戳人的。那种对身体和情绪的绝对掌控，不是练出来的，是熬出来的。观众的眼睛多毒啊，你是不是在糊弄，一眼就能看穿。他偏不糊弄，所以台下的人自然愿意把目光多停留一会儿。圈子是个放大镜，也是个筛子。热闹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有，等潮水退了，留下的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。谭健次在业内口碑好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堆出来的，全是些琐碎的日常。跟他对过工作的人提起他，则总是那几个，踏实，好沟通，不摆架子。彩排连轴转，别人累了难免有情绪，他依然能一遍遍过细节，连个不耐烦的眼神都没有。有导演夸他脑子活，一点就透，也有脾气挺大的前辈私下里半开玩笑地说想当他爸粉。在讲究资历的圈子里，能让老一辈真心实意的认可，靠的不是嘴甜，是分寸感和敬畏心。更让人心里一软的是些没被大肆宣传的小事，比如之前有活动出了点状况，平时看着挺高挺壮的几位艺人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，是他默默站出去把场面稳住的。事后也没见他拿这事发通稿，就轻描淡写的过去了。你看，担当这东西从来不是靠身高或者声量撑起来的，是遇事那一刻的本能反应。还有他那些不敢通告的访谈，镜头里的他坐姿很放松，说话不绕弯子。聊起早年没戏拍、没收入的日子，他不卖惨，
也不刻意拔高，只是平平淡淡的说，那阵子是挺难的，但咬着牙也就走出来了。这种语气，没有经历过生活捶打的人是学不来的。不急着自证，也不急着辩解，时间会慢慢把虚浮的东西滤掉，剩下的才是真金白银的底色。我一直觉得谭健次的粉丝画像挺有意思的，里头有大量的半路出家，而且年纪跨度不小，职业也五花八门。律师、医生、工程师、做小生意的，这群人平时忙得连追剧都要倍速播放，怎么可能轻易为谁停下来？可偏偏是他。我琢磨了很久，觉得答案可能藏在一个词里：稀缺。现在的世界太吵了，今天一个塌房，明天一个反转，大家早就习惯了带着防弹衣上网。突然看到一个人10几年如一日的打磨本事，不炒作绯闻，不立虚假人设，对作品有敬畏，对粉丝有诚意，你会觉得像走在满是霓虹灯的街上，突然看见一盏暖黄色的路灯，不刺眼，但让人安心。有条评论我记了很久，那人说，看他做事，突然觉得这世道好像还没烂透。话有点重，但意思很明白。在任何一个行当里，靠谱都是最硬的通货。在娱乐圈，它更是稀罕物。大家不是盲目上头，而是被一种久违的确定性打动了。理性的人最怕什么？怕失控，怕被割韭菜，怕真心错付。可他给的不是狂热的幻觉，而是一种稳稳的托底。你看他，他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；你信他，他就真的不会让你落空。这种安全感比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都来得实在。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会为一场演唱会抢票、为一句应援熬夜的人，但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把它当成生活里的一个参照物。谭健次身上有一种很安静的力量，他不是那种站在山顶喊口号的励志模板，而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普通人。被忽略的那些年，他没抱怨；突然被聚光灯照到的时候，他也没飘。他活成了一种可能性的证明，原来人真的可以靠本事站稳，靠坚持走远，靠清醒不迷失。有时候生活挺磨人的，我们也会累，也会想躺平，也会怀疑自己的努力到底值不值。可当你看到他在镜头前一遍遍调整呼吸，在排练室里汗透衣衫，在采访中坦然面对自己的局限，你会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有个女孩跟我说，她考研失败的那段日子是循环听她的歌度过的，不是因为她唱得多完美，而是我知道她也在自己的轨道上较着劲呢。这话听着轻，分量却不轻。追星说到底，追的往往不是那个人本身，而是从他身上照见的那个更好的自己。他成了很多人心里的一根毛，风浪大的时候拽一拽绳子，就知道自己还没偏航。我依然觉得谭健次不是完美的，他的外形在当下审美里未必算最出挑的，他的性格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圆滑，他会在镜头前紧张，会在选择上犹豫，会像个普通人一样有疲惫和力不从心的时候。可恰恰是这些毛边让他显得真实。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从来不是因为他站在神坛上发光，而是因为他站在地上，跟你一样会冷会热，会疼会笑，只是他选择了一种更较真、更不敷衍的活法。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注意到他，真的没关系。缘分这东西急不得，也许某天你随手点开一部剧，偶然听到一段旋律，或者只是瞥见一个采访里的眼神，心里某块地方就会轻轻咔嗒一声。而如果你已经悄悄关注他很久了，那此刻你大概会懂我在说什么。我们都不过是借着他往前走的光，照亮自己脚下的路罢了。日子还长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总有不期而遇的踏实，会在某个平凡的黄昏，轻轻落在你肩上。